大家好，我係 Phil， 今日要同大家深入剖析呢個科技巨頭 NVIDIA and computer chip maker NVIDIA。作為全球首間突破4萬億美元嘅公司 ，NVIDIA 憑住人工智慧同埋 GPU 嘅技術，席捲全球。 Everybody's jobs will be affected. Some jobs will be lost. You're making bets with huge stakes, and I'm curious how you think about that. 你又有冇諗過呢間公司會唔會再創高峰，甚至成為第一間規模去到10萬億美元嘅公司呢？今日呢條片，我哋就會結合真實嘅案例同埋數據，探討 NVIDIA 未來5至10年嘅動向，佢嘅增長潛力，同埋以及挑戰呢個10萬億美元市值嘅可能性。準備好你嘅筆記，大家一齊嚟揭開 NVIDIA 嘅未來。NVIDIA 從遊戲圖形卡起家，鋭變成為呢個 AI 改革嘅領軍者，同呢個 Microsoft、Meta 同 Amazon 呢啲科技巨頭合作，推動 AI 機械人同埋自動駕駛嘅未來。接住落嚟，我哋就會深入分析呢個 NVIDIA 嘅技術優勢、財務表現，同埋佢可唔可以克服競爭挑戰，達到呢個10萬億美元嘅里程碑。And the energy source is AI. NVIDIA 嘅故事起始於1993年，當時佢哋係專注呢個遊戲圖形卡，推出咗改變呢個遊戲界嘅激科系列。但係真正令到 NVIDIA 一飛沖天嘅係佢嘅 GPU 喺 AI 領域上面嘅革命性應用。而家 NVIDIA 市值大概係4萬億美元，成為全球最具價值嘅公司。佢嘅數據中心業務啦，特別係為呢個 Microsoft 同 Meta 提供嘅 AI 晶片，已經成為咗佢嘅收入支柱。就等我哋一齊嚟睇睇 NVIDIA 點樣走到今日嘅模樣嘅。NVIDIA 嘅成功係源於佢嘅硬體同埋軟件嘅雙重優勢㗎。佢嘅 CUDA 平台令到開發者可以充分利用 GPU 嘅並行計算能力，令到 NVIDIA 成為 AI 訓練嘅首選。例如 Microsoft 嘅 Azure 嘅使用咗 NVIDIA 嘅 H100 GPU 支援 Copilot 模型，處理咗2025年第一季度100萬億個 AI token。2025年第一季度NVIDIA 收入441億美元，同比增長69%，其中數據中心業務貢獻咗391億美元嘅，增長73%。此外NVIDIA 嘅 Omniverse 平台正係改變咗數位孿生技術嘅，幫助 Amazon 優化物流啦同埋倉存流程。呢啲案例顯示 NVIDIA 嘅技術正在滲透各行各業。NVIDIA 嘅王牌當然係佢嘅 AI 同埋 GPU 技術啦。你知唔知好似 OpenAI 嘅 ChatGPT、Meta 嘅 Llama 模型背後都係靠住 NVIDIA 嘅晶片。佢哋嘅 Blackwell 架構喺2025年熱賣咗數十億美元，即將推出嘅 Rubin 平台就更加令人期待。接住落嚟我哋要睇下呢個 NVIDIA 點樣喺 AI 領域上面繼續保持住領先，以及佢同大客戶嘅合作故事。NVIDIA 嘅 GPU 係 AI 革命嘅核心 ，Blackwell 架構喺2025年為 Meta 嘅 AI 研究提供咗超強嘅算力支持 Llama 4嘅訓練，實現咗每秒數十億 token 嘅處理速度。Rubin 平台預計2026年推出，將進一步提升性能。根據市場研究全球 AI 晶片市場到2030年將達到數千億美元。NVIDIA 以92% 嘅數據中心 GPU 市場份額領先。Microsoft 嘅報告亦都話佢嘅 Azure 平台2025年第一季度處理100萬億 token， 全部依賴住 NVIDIA 嘅 H100 同埋 Blackwell GPU。CUDA 生態系統同 NVIDIA 嘅護城河，89% 嘅 Top 500超級電腦都係用佢嘅硬體。然而AMD 嘅 MI35X 同埋 Intel 嘅 Gaudi 3都正試圖挑戰 NVIDIA 嘅地位㗎。諗一諗，未來嘅工廠全部都會係機械人喺度工作。NVIDIA 嘅 Jetson 平台啦，同埋呢個 Groot N1 人形機械人模型啦，就正係令到呢個畫面將會變成真。佢哋同 Disney 同埋 Tesla 嘅合作就尤為引人注目嘅喎。想知道 NVIDIA 點樣搶佔呢個機械人市場，我哋就繼續睇落去。NVIDIA 嘅 Jetson 平台支援咗邊緣嘅 AI 同埋機械人開發。This is a brand new Jetson Nano Super。應用於工業、醫療同埋消費電子嘅。2025年 GTC 大會上面NVIDIA 推出咗 Groot N1 人形機械人嘅基礎模型，同埋同 Disney 合作開發嘅 Blue 機械人，展示咗流暢嘅動作同埋環境感知能力。Tesla 就用呢個 Jetson Orin 模組，優化佢嘅工廠自動化嘅流程，實現每日數千台車嘅生產效率嘅。黃仁勳又預測啦，人形機械人就會將會喺5年裏面成為主流，市場規模喺2030年就會
達到數千億美元。Nvidia 嘅技術定位係令到佢有望繼續領跑㗎，但係 Google 嘅 DeepMind 咧亦都推進呢個機械人 AI 成為咗潛在嘅競爭者。自動駕駛當然係未來嘅趨勢。Nvidia 嘅 Drive Hyperion 平台正在同呢個通用汽車啦同 Volvo 佢哋進行合作，等汽車變得更聰明、更加安全。想唔想知道佢哋點樣改變我哋嘅出行方式？我哋就繼續一探究竟。Nvidia 嘅 Drive Hyperion 平台咧就搭載呢個 AGX Throne 嘅晶片，整合咗生成式 AI 啦，支援 L4 級嘅自動駕駛㗎。通用汽車咧就喺佢嘅 Cruise 無人駕駛車隊入面就使用 Hyperion。2025年舊金山就實現咗每日數千次嘅無人駕駛服務啊。Volvo 咧就利用咗 Nvidia 嘅 Orin 晶片咧，就推出呢個 EX90 電動車嘅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ADAS。Omniverse 嘅平台就幫助通用汽車模擬城市交通啦，縮短設計週期。市場預測顯示自動駕駛市場去到2030年咧就將達到450億美元。Nvidia 亦都係處於領先地位㗎。但係 Google 嘅 Waymo 咧亦都正在加速自研呢個 TPU 喺自動駕駛中間應用，挑戰 Nvidia 嘅地位。量子計算聽起上嚟好似好科幻啊，但係 Nvidia 佢其實已經開始行動咗啦。佢哋嘅 CUDA-Q 平台正在同呢個 IBM 同埋 MIT 合作，推動呢個量子研究嘅突破。想知道 Nvidia 點樣參加呢場未來革命，就等我哋一齊嚟睇睇。Nvidia 嘅 CUDA-Q 平台咧為呢個量子經典混合計算提供支援啦。2025年Nvidia 同 IBM 合作喺 IBM 嘅量子計算實驗室裏面使用嘅 CUDA-Q 加速呢個藥物分子模擬，縮短咗數月嘅計算時間。MIT 就利用呢個 CUDA-Q 就研究呢個量子材料設計喎。黃仁勳表示啦，量子計算就開始接近拐點，未來5年將會應用於藥物發現同埋材料開發。量子計算市場就去到2030年預計會快速增長㗎。Nvidia 嘅角色亦都日益重要啊，但係 Google 嘅量子計算團隊亦都積極推進 TPU 支援量子模擬。究竟咩係物理 AI 呢？就係令到機械人自動駕駛嘅車輛同埋真實世界互相連動嘅技術。Nvidia 嘅 Isaac 同埋 Omniverse 嘅平台，正係同呢個 Amazon 同呢個 BMW 合作，改變緊工廠同埋城市嘅。想唔想知道呢啲技術點樣應用？就繼續睇落去啦。Nvidia 喺物理 AI 技術聚焦於機械人同埋自動駕駛嘅。Isaac 平台支援 Amazon 呢個自動化倉庫。2025年處理咗數百萬個包裹嘅揀選任務。BMW 亦都用咗 Omniverse 嘅模擬工廠流水線啦，提升咗10% 嘅生產效率。Nvidia 發布呢個 15TB 開放物理 AI 數據集加速咗機械人 AI 模型嘅訓練。黃仁勳亦都預測啦，未來工廠將全面機械人化，市場去到2030年將創造巨大嘅價值。但 AMD MI300X GPU 亦都被用於呢個類似嘅工業應用，挑戰 Nvidia 嘅領先地位㗎。Nvidia 嘅技術好強但係佢嘅財務表現更加驚人。2025年第一季佢嘅收入去到441億美元，淨收入188億美元。呢啲數字點樣支撐住未來 ？Nvidia 財報嘅亮點係乜嘢？我哋就繼續探討一下。Nvidia 嘅財務表現亦都為佢嘅未來提供咗呢個堅實嘅基礎。2025年嘅第一季度收入441億美元，同比增長69%。數據中心收入391億美元，增長73%。淨收入188億美元啦。受累於45億美元呢個 H20產品嘅出口限制費用影響，排除呢個費用佢嘅 non-GAAP 淨收入達到呢個236億美元嘅。分析師預測2026年收入可以去到1976億美元。去到2030年或者去到3765億美元咁多㗎。Microsoft 同埋 Amazon 呢啲大客戶嘅訂單推動咗 Blackwell GPU 嘅70% 數據中心銷售。目前為止 PE 大概就52.5倍，反映咗市場亦都極具信心㗎。但美國對中國嘅出口限制造成咗25億嘅美元收入損失啦，未來可能仲會進一步影響㗎。Nvidia 嘅前景當然係光明啦，但係挑戰亦都係唔少嘅。AMD 嘅 MI35X、Google 嘅 TPU Version 6、Intel 嘅 Gaudi 3亦都正在發力追趕。仲有地緣政治嘅風險啦，同埋技術顛覆嘅威脅。下面一部分我哋會講下 Nvidia 點樣迎接嚟自四面八方嘅挑戰。
競爭加劇啦。AMD 嘅 MI350X GPU 咧喺2025年第三季度開始出貨，提供比呢個 NVIDIA B200高40% 嘅 token 每美元嘅效益。Meta 咧已經用緊呢個喺 AI 推理方面嘅啦。Google 嘅 GPU Version 6亦都喺2025年分配咗8.5萬片晶圓啦，支援 Waymo 自動駕駛同埋 Google Cloud。市場份額從2024年嘅19% 就降至2025年嘅11%。Intel 嘅交 D3 咧就以呢個低功耗為賣點啦。2025年訂單都去到20億美元㗎，吸引成本敏感嘅企業。地緣政治風險方面啦，美國對中國嘅出口限制導致2025年第一季度25億嘅美元收入損失。H20同埋 B30嘅晶片雖然計劃咧喺2025年9月咧重返中國市場，但係監管咧亦都存在住不確定性㗎。技術顛覆方面啦，量子計算嘅突破可能會減少對 GPU 嘅需求喎。Google 同埋 IBM 嘅量子計算進展可能會改變咗 AI 嘅硬體格局。去到市場同監管風險啦，分析師預測啦 ，AI 訓練市場可能會喺2026年飽和啦。美國司法部就正在調查呢個 NVIDIA 嘅市場壟斷行為，可能會影響佢嘅收購策略㗎。NVIDIA 嘅 CUDA 生態系統啦，同埋快速產品換代咧，有助於應對競爭，但係挑戰咧都唔可以睇少㗎。重頭戲嚟啦 ，NVIDIA 而家去到4萬億美元，究竟佢有冇可能成為第一間10萬億美元嘅公司呢？我哋做唔同嘅 P 咧進行一個敏感性嘅分析，去睇下呢個目標究竟現唔現實。想唔想知道數據點講呢？我哋就繼續睇落去。如果要達到10萬億美元市值啊 ，NVIDIA 嘅淨收入咧要去到2000億美元。2025年淨收入752億美元啦。假設年增長21%，以下就係 PE 嘅分析啦。如果 PE 去到40倍，2030年淨收入咧就會去到1870億美元，市值咧就大概7.48萬億美元，就未達標嘅。如果 PE 50倍咁睇啦，2030年淨收入1870億咁樣咧，市值就去到9.35萬億美元啦，都係接近目標嘅啫。如果 PE 去到60倍又點呢？2030年淨收入1870億美元咧，市值就大概係11.22萬億美元，就會超過10萬億美元噶啦。如果增長率去到25%，淨收入可以去到2510億美元嘅。咁 PE 喺50倍市值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市值達到12.55萬億美元。AI 基礎建設投資咧，如果去到2030年，預測會去到7萬億美元嘅。NVIDIA 憑住 Microsoft、Meta 呢啲客戶嘅訂單，有望繼續捕捉顯著嘅份額。所以如果2030年 PE 都仲係繼續喺50以上咧，咁就的確係有機會超越10萬億美元，或者只要每年嘅增長亦都超過20%咧，亦都有望達到呢個可能性嘅。NVIDIA 喺 AI、機械人同埋自動駕駛呢啲領域上面都持續領先，同 Microsoft、Meta 同埋 Amazon 呢啲巨頭合作，亦都令到佢更加有機會挑戰10萬億美元市值嘅道路嘅。但係 AMD、Google 嘅競爭同埋地緣政治嘅風險，我哋都唔可以忽視嘅。咁你又覺得 NVIDIA 有冇機會成為第一間10億美元市值嘅公司呢？喺留言區講下你嘅睇法。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集嘅內容，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翻個 channel。我係飛牛，下次見，拜拜。